火力军很好奇一件事，普京还能整出多少丢人名场面。7月刚刚开始，俄罗斯就上演了好几出大戏。被普京当作海上宫殿的超级游艇优雅号，在2艘军舰的掩护下，夹着尾巴逃离了欧洲水域，一路向北极的摩尔曼斯克港狂奔。宣传的战果被扒了个底朝天。普京吹牛说2026年已经占领了3000平方公里，结果最多只有600多平方公里，只有吹的1/5。最先进的苏57紧急升空，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乌克兰无人机把俄罗斯最大的炼油厂给炸了。而在万里之外的非洲，图阿雷格武装发起大规模攻势，击落俄罗斯非洲军团的一架米24直升机，不到3个月就被击落2架直升机，俄罗斯的面子被狠狠踩在了地上。普京还能保住非洲的影响力吗？面对乌克兰的无人机，苏57到底有多拉胯？先说说普京那艘超级游艇优雅号，这艘游艇可不一般，价值超过1.33亿美元，泳池、健身房什么的，船上应有尽有。普京本人多次登上这艘船，最扎眼的一次是2021年，他带着卢卡申科在黑海上搞了一次游艇会晤，所以这船本质上是普京的移动办公室，更是他炫耀权力的符号。但这艘象征克宫权力的海上行宫，现在完全成了惊弓之鸟。据每日电讯报报道，这艘游艇正在2艘俄罗斯军舰的贴身护送下，沿着挪威海岸线一路向北狂奔。俄罗斯还专门派了2艘军舰给他当保镖。这艘游艇也很小心，在穿越丹麦海峡时，还开着自动识别系统，一进入北海立马把信号给关了，生怕被人追踪到。但是他可能万万没想到，北约全程都盯着他。其实优雅号已经沉寂了4年，就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的17天前，这艘船从德国汉堡的造船厂紧急转移到了加里宁格勒，之后就在那里一直趴着。现在突然冒出来，导火索就是乌克兰对卡朗施塔德海军基地的精准打击，这是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的核心枢纽。无人机袭击过后，博伊基号遭受重创，几乎没有修复的可能，港内的舰船数量大幅减少，这一下把克宫吓破胆了，连波罗的海舰队的核心基地都保不住，游艇停在欧洲水域还安全吗？这才就有了这一场狼狈至极的北逃。火力军之前就说乌俄局势到底怎么样，看普京就知道了。现在大家看到了吧？乌克兰的无人机刚捅了波罗的海舰队的老巢，现在光是可能来这3个字，就已经让克宫手忙脚乱到这个地步。普京完全是用实际行动告诉全世界，我的后方不安全，我的防空是筛子，我的宝贝资产得靠跑路保命，这还不能体现乌克兰带给俄罗斯的压力吗？然而他丢人的事还远不止这一件。就在他忙着把海上宫殿往北极搬的同时，克宫的宣传机器还在拼命吹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势如破竹，吹胜利就是板上钉钉的事。结果 ISW 出了一份报告，一下子把普京的脸都打肿了。按照普京的宣传，俄军自2026年1月1日以来，已经占领了超过3000平方公里的乌克兰领土和133个定居点。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更是吹得离谱，说光是6月份就占领了636平方公里和29个定居点。ISW 针对这些数据逐项进行了核实，结果令人瞠目结舌。2026年开年以来，俄罗斯实际占领的领土只有约621.7平方公里，这还包括了那些渗透区域，和普京宣传的差了好几倍。至于定居点，算上俄罗斯渗透进去几个人的那种，也只有64个。格拉西莫夫吹得更离谱，俄军6月实际只拿下了30.42平方公里，一下子夸大21倍，这就是俄罗斯的胜利吗？这当然是属于俄罗斯的胜利，因为克宫需要胜利。如果在战场上赢不了，哪怕是吹也得吹出来一场胜利，不然怎么向基辅和美欧施压，怎么逼乌克兰在谈判桌上让步？但这种信息战的代价是什么？是人命。光是批量制造那些渗透插旗的图片和视频，就需要俄军士兵冒着乌克兰的火力往前摸，结果就是这边刚插完旗，那边就被乌克兰发现，然后一发无人机人就没了。 ISW 计算了一下，按俄罗斯现在的打法和效率，要啃下顿涅茨克地区剩下的5065平方公里，至少要再填进去657万人。657万，火力军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真的沉默了。普京想用胜利叙事给自己壮胆，想用虚假数据给国内打鸡血，再给美欧施压，对他来说只是张张嘴的事，然而放在战场上就是数不过来的人命。这还算什么特别军事行动，分明就是特别送死行动。而在后方，乌克兰的远程制裁依然在继续，即使跨越2500公里也挡不住乌克兰的无人机。在7月6日这一天，乌克兰搞了一次规模大到离谱的协同空袭，从圣彼得堡一路炸到西伯利亚。咱们先看俄罗斯的北方首都圣彼得堡，就在当天凌晨，大批乌克兰无人机如同幽灵般突破了层层防空网，直扑圣彼得堡周边的核心设施。这些无人机精确命中了3个关键战略目标，一个是卢加军事训练场，这是俄罗斯国防部最大的训练设施之一，炮兵、导弹部队都在这里集训。
结果万万没想到，无人机直接上了老巢。另外2个是熟悉的老朋友，乌斯基卢加港和维索茨克港，全是俄罗斯在波罗的海重要的原油出口码头。从2026年3月开始，乌克兰就盯上了这2个地方，隔三差五就来问候一下，为的就是掐断俄罗斯的财路。大家以为这就完了吗？不，远远没有。同一天，社交媒体上开始疯狂传一组照片和视频，把俄罗斯空天军的脸打得啪啪响。画面里，一架苏57战斗机正在鄂木斯克上空狼狈地转圈。没错，就是那个普京吹了10几年，号称世界最强，要跟 F2 和 F35掰手腕的苏57。俄军总共也没几架，结果这一露面，任务是拦截无人机。据战区报道，俄罗斯已经拿防空没办法了，不惜牺牲苏57的隐身性能，在机翼下挂满了 R74短程空对空导弹，还加装了101 KSN 光电瞄准吊舱，把苏57改装成了反无人机巡逻机。问题是改就改吧，要是有用那也行，但是苏57让人失望了，实战那叫一个丢脸，他连一架无人机都没能打下来，合着费了个寂寞，纯耗油了。照片和视频证据证实，至少7架乌克兰无人机成功命中了鄂木斯克炼油厂，这是俄罗斯最大的炼油厂，独占俄罗斯1/10的炼油产能，还是俄罗斯唯一的催化劣化催化剂生产商。没有这个催化剂，其他炼油厂的2次加工都得歇菜。所以这次打击看似只打了一座炼油厂，实则整个俄罗斯都别想好过。更值得注意的是，鄂木斯克距离乌克兰边境超过2500公里，地处西伯利亚腹地，一度被认为是绝对安全的大后方，结果全是空话。他一遭袭，吓得新西伯利亚赶紧拉起了防空警报。那个地方距离乌克兰边境超过3500公里，虽然乌克兰现在还没打过去，但火力军估计，按照乌克兰的技术更新速度，没准他离挨打也不远了。这次袭击能成功，背后还有美国的支撑。据《金融时报》报道，美国情报机构一直在帮乌克兰的无人机规避俄罗斯的防空系统。美国的精准情报加上乌克兰的无人机强强联合，成功让俄罗斯再也别想谈什么后方。特工的反应也很经典，他们在6月下旬的时候就已经下令，所有官方媒体一律不许报道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本土的后果，不准发布视频和照片，要报道就只能报道乌克兰的损失，打不过就捂嘴。这剧本实在太俄罗斯了。就在乌克兰的无人机把俄罗斯的后方搅得天翻地覆的同时，乌克兰陆军航空兵这边也干了一件大事，彻底跟苏联遗产说拜拜。乌克兰计划用美国 UH-60黑鹰直升机逐步替换掉所有的苏联时代直升机，不换不行了。乌克兰现在的米8和米24直升机所有零部件几乎都产自俄罗斯，战争打了4年多，这条供应链早就被永久性切断了。虽然短期内还不会出现致命缺陷，但光靠修修补补撑不了一辈子。而且与其把钱花到这些老旧苏联装备上，不如一步到位，直接拥抱更先进的装备。UH-60黑鹰就是他们眼中的主力作战平台，这是一款1979年就进入美军服役的老兵，经历过伊拉克、索马里、巴尔干、阿富汗等重大作战行动，不管是运兵突击、战场投送，还是当空中指挥所，黑鹰全都能包圆。而且乌克兰已经运营了几架黑鹰，在训练和实战中公开亮相过，现在只是要把这个规模扩大，不仅是新机、翻新和现代化改装的也在考虑范围内。这不是换一架飞机那么简单，乌克兰正在用行动告诉全世界，我们不再是那个靠苏联遗产过日子的国家了。航空兵还在展望未来，防空部队却在经历一场极度痛苦的现实考验。他们遭遇了开战以来最惨痛的一夜。俄罗斯又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空袭，乌克兰空军雷达追踪到了419个空中目标，又是经典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无人机一级上。结果乌克兰空军交出了一份冰火2重天的成绩单，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他们的拦截率近乎完美，31枚可以是101击落31枚，6枚口径全部拦截，351架攻击和诱饵无人机击落或压制326架。但是23枚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还有6枚锆石及锆玛瑙反舰导弹全部命中目标，乌克兰1枚都没拦住，原因就是爱国者的短缺。这一次真的让俄罗斯赌对了，他们算准了乌克兰的爱国者拦截弹快打光了，于是疯狂砸弹道导弹。而乌克兰这边新签的爱国者导弹合同最快也要2027年才能交付，这就是乌克兰现在的处境，能拦的拼命拦，拦不了的只能硬扛。但火力军想说的是，看看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拦截率吧，在弹药极度短缺的情况下拿出这种数据，这是什么样的战斗意志，这是什么样的操作水平？所以只要盟友的拦截弹能够及时到位，防空网就能重新撑起来。而且大家别忘了，乌克兰还在研究自己的低成本拦截弹，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端上来。俄军还不只是在乌克兰战场上丢脸，在万里之外的非洲，俄罗斯的大戏更丢人。据路透社报道，继4月发动大规模攻势之后，7月4日至5日，图阿雷格武装在马里至少5个城镇再次发动袭击，加奥、阿内菲斯、阿盖洛克、塞瓦雷、海涅罗巴等地全面开花，并且彻底拿下了阿内菲斯。
这个地方是马里政府军和俄罗斯非洲军团在4月丢掉基塔尔和泰萨利特之后退守的最后一个重要据点。这里一丢，政府军在北部的关键补给线就被切断了，而且未来一段时间内，政府军都别想着收回基塔尔了。这场大戏的高潮在加奥，彼时俄罗斯非洲军团的一支车队正从加奥开往阿内佩斯增援，没想到一头扎进了伏击圈，几辆卡车和军用车辆被直接摧毁。就在车队拼命突围的时候，一架米 -24P 直升机赶来支援地面车队，在低空掩护车队的时候被地面火力击落，机上人员全部死亡。残骸照片上还能看到尾旋翼附近有俄语危险的字样，这一下铁证如山，这就是俄罗斯的飞机。据防务博客报道，击落这架直升机的很可能是安装在皮卡上的23毫米左232高射炮。大家品品这个细节，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攻击直升机被一辆皮卡上的老式高射炮干下来了，这谁能想到呢？要知道这架高射炮那是实打实的老东西了，设计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是纯粹的苏联遗产。结果俄罗斯的先进装备在乌克兰被打脸还不够，跑到非洲还继续被古董级武器教做人。这已经是俄罗斯非洲军团在2个月内损失的第3架直升机了。4月25日，也是在加奥地区，图阿雷格武装击落了一架米8运输直升机，机上人员全部身亡。同一次行动中，他们还缴获了一架俄罗斯提供给马里空军的米 -24P。到了6月，又有报道称他们在莫普提空军基地袭击了米24直升机。现在7月初，又一架米 -24P 被击落。俄罗斯在马里的航空力量快被图阿雷格人打光了。说到底，他们在非洲压根儿没多少家底可挥霍。拿米24来说，一只手都数得过来。马里当局更是只有可怜的2架，米8虽然多一些，但也不超过2位数。这几架直升机的损失算得上伤筋动骨了。马里军方倒是嘴硬，说什么击退了所有袭击，局势完全可控。但是阿内菲斯都落到了图阿雷格武装手里。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非洲项目主任亚历克斯·韦恩斯透露，这些袭击已经把马里政府的控制范围压缩到了军事化的飞地和走廊中，这叫什么可控？退无可退，守无可守，这就是俄罗斯在非洲的现状。火力军真的忍不住想问，俄罗斯人到底在非洲干什么？米24被击落，看似只是军事装备的损失，实则是俄罗斯政治和声誉上的灾难。他们想用非洲军团证明自己可以成为非洲的安全保障者，但现实是他们的直升机在坠落，他们的士兵在丧命，他们的强大形象在沙漠里被晒成了笑话。这到底是去帮忙的，还是去拖后腿的？与此同时，北大西洋也上演了一出好戏，俄罗斯跑到英国航母身边撒野了。据英国国防部7月6日披露，7月2日下午，英国皇家海军威尔士亲王号航母打击群正在挪威海执行北约火冠行动任务。就在这时候，一架俄罗斯图142大摇大摆地杀了过来。这架图142可不是路过打个招呼，它以低空飞行极其危险的距离反复逼近航母打击群，然后在紧挨着威尔士亲王号的位置一口气投放了大约10个声呐浮标。这东西是专门探测和追踪潜艇的，把这东西拿出来，几乎可以肯定，俄罗斯就是在试图定位那些护卫潜艇。这是当着英国人的面刺探情报，这谁能忍？英军多次通过国际安全频率呼叫俄方机组，结果对方完全无视，一句话不回。英国方面当场就怒了，2架 F-35B 战斗机紧急弹射升空，直接扑向图142，贴身半飞，强制驱离，直到这架俄罗斯侦察机灰溜溜地滚出相关空域。这次事件发生的时间点很巧，英国刚刚接管了北约盟军反应部队的指挥权，能够在数日内部署到全球任何地点。威尔士亲王号部署在冰岛附近，处于北约的直接指挥之下。与此同时，多个北约国家还在该地区同步执行北极哨兵行动，目的就是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的安全。所以俄罗斯这一次挑衅对上的是整个北约。欧洲东翼也传来另一个重磅消息，据波兰法律日报报道，英国将在未来3个月内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以轮换形式部署。增兵之后，驻波兰美军总数将达到11000人。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也很有意思。5月份的时候，五角大楼突然暂停了向波兰轮换约4000名士兵的计划，把波兰和其他北约盟友都整懵了。这打的是什么算盘？然而没过几天，特朗普亲自拍板宣布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现在算是彻底落实了。这还只是开胃菜，因为波兰国防部长卡梅什已经正式向五角大楼提交了申请，要在波兰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预计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做出最终决定。一旦落地，美国在俄罗斯的家门口就用了一座永久性的军事堡垒。这一系列动作证明了美国正在加速巩固北约东翼的防线，这又是在告诉俄罗斯，你越是挑衅，越是威胁，我们就越是要加强防范。到了这种时候，普京早就不只是输给了乌克兰，而是全方位的溃败。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觉得美国会同意在波兰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吗？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